云烟胆小，她一个人溺死在湖底会有多害怕？这是你欠她的，你该还她一命。我这是重生了。世子，这红绳可是姻缘信物，还不快给崔大小姐系上！上一世，我就是在这里恼羞成怒，大吵一架，从此背上了善妒毒辣的骂名。云烟从未见过齐巧杰，也没有接过红线，我答应满足她一个心愿，这次红绳就先给她吧。你我之间不需要这些，我们还有明年、后年、以后的每一年。这崔小姐可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居然疏改了一个丫鬟。嘿，这下京城有热闹看了。崔小姐那脾气能忍？好，婉婉，定北侯府那边，若是你实在委屈，为父便是拼了这身官服，也去回了宫里的安排。上一世我执迷不悟，害得父亲为了我拒绝赐婚，连累崔家步步受制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犯傻。爹，不必了。女儿想通了，3日后，女儿准时入宫，为太子妃。系上了，系上了！世子居然把红绳给了个侍女。齐红生还在耳边，我真的回来了，回到了七巧节这一天。崔小姐，都是云烟的错，这根红绳本应该是送给崔小姐的，我只不过是世子救回来的丫鬟，我出身卑微，什么也没见识过。世子看我可怜，昨日说可以满足我一个生辰心愿，我从未见过乞巧节的红绳，才说想要一根，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寓意，但我知崔小姐心悦世子，是云烟坏了你们的好事，崔小姐对不住。她说的可怜，做的更可怜。上一世我就是被这副样子激怒，背上了善妒毒辣的骂名。这红绳是你们世子给你的，你收着便是，何必去还？就是，崔小姐喜欢世子这么多年，哪里会在乎今年这一根红绳啊？反正萧世子给不给她，她最后还不是一样得赖在萧世子身边。婉婉不是那样小气的人，我既然送给你，就是你的，你收好便是。上一世他们也是如此，可我却看不透。世子这么宠着云烟丫头，待你成亲了，她如何是好？不如收进房吧。崔小姐是百年清流世家的嫡女，端庄大气，还容不下一个丫头，你们真是白白操心。世子，云烟身份卑微，只是个伺候人的丫鬟，哪里配得上世子？各位公子别再胡说了，不然坏了崔小姐的名声。小妞，没钱买棺材，跟哥哥们走。哥哥让你舒服了，自然给你爹买口好棺木。谁来救救我？既然无处可去，以后便跟着我入府做个侍女吧。世子此举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云烟身世凄苦，本世子救她回来，便是要护她周全。你们莫要再说这些话轻薄她。哎呦，瞧瞧这手，细皮嫩肉的。咱们这儿可是侯府，不是让你当大小姐的地方。听说他爹还是个秀才呢，略通文又怎么样？到了这儿，不还是得跟咱们一样搓臭袜子？我会干活的，姐姐们别生气。放肆！谁教你们这么糟蹋人的？你既然是秀才之女，读过书，那这些粗活以后都不必碰了。世子，去书房吧，以后专门为我磨墨。世子，这书房乃是重地，让个侍女成天待在这里，恐怕外人会说闲话。婉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多想了？他爹是个落魄秀才，我看他身世可怜，多照顾一些罢了。我心里只有婉婉一人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婉婉，云烟一个人在后面马车害怕，她身世凄苦，胆子又小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让她与我共乘一辆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世子，云烟从未见过京城的花灯，真的好美。你若喜欢，我每年都带你看。婉婉，你年年都看这些花灯，少看一年也无妨。云烟今日不舒服，我得专门陪着她。你先回府吧。他明明知道这一根红绳的意义，却还是当着众人的面系在了云烟的手腕上。明明重活过一次，可看着他们的举动，我的喉咙竟仍像堵了一把沙，苦涩的说不出话来。小姐，那个云烟也太不知进退了，她明知你与萧世子才是……不许再说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缘分，我与萧世子也许是差了些缘分吧。婉婉，我送你回去。世子，你说带云烟去买那个你幼时吃的馄饨，现在还开着档吗？对不起，是云烟太贪吃了，只是我从未见过世子说的薄如蝉翼的馄饨，馋的不行。世子送崔小姐回去，云烟自己寻过去买吧。这应该没有歹人吧？云烟不怕。婉婉，云烟一个孤身女子去，我不放心。我先带她去吃了馄饨，马上回来送你，可好？走吧，小馋猫，我先带你去吃，回来再送婉婉。谢谢崔小姐。回府，
小姐不等世子吗？想必买了馄饨，旁边还有各种好吃的，一时半会儿世子是回不来的。爹，女儿愿意入东宫。作为崔家嫡女，享受了崔家的供养，也要为家族做一些事。你是皇后钦点的太子妃，只是开始你不愿意，父亲只能拖着未回应。如今你能想通，甚好。都是女儿不懂事，如今女儿想通了，3日后女儿会入宫的。上一世我执着于萧策，连累崔家，这一世我要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。把那几个箱子都打开，把这些都整理出来，封箱，到时候给萧世子送回去。是，小姐。萧策，从今往后你我两清。小姐，萧世子来了，说是给你送东西，他亲自送来的，还在院子里等着呢。替我更衣。婉婉，昨晚是我不对，我陪着云烟吃了东西，又买了好些吃食，便混忘了回来送你。无妨，云烟姑娘没见过京城的糕点小吃，世子陪她是应该的。云烟在她身边1年，说没吃过京城的糕点吃食，这样的话说出来，她自己都不信。这是我买的点心，送给婉婉做赔礼可好？世子有心了，你喜欢就好。我从不吃桂花，世子可能混忘了，喜欢吃桂花糕的人是云眼姑娘。崔小姐，对不起，是云烟的错，是我拿错了食盒。昨夜世子是想送小姐回府的，只是我贪吃又买了些点心，世子才忘记了。你别生世子的气，要打要罚，云烟都忍了。不怪你，与你无关。今日正好世子来了，我正收拾东西，有些东西要送世子。怎么此时收拾库房？因为我快成亲了，再清点嫁妆。成亲啊！我回去与双亲商议一下，何时来提亲的好。只是这2年皇上要我办的都是要紧差事，我是想着若再升迁一级，前程更好，想必承袭爵位也更让人信服一些。婉婉，你知道我一定是要娶你的，只是你再等我一等，可好？小姐，宫中派人送了皇后娘娘的天装，还有嫁衣。因为我昨日没有将红绳给你，让你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，所以你便要逼婚。这嫁衣是有品阶的，你是用皇后娘娘赐的嫁衣来逼我马上娶你。崔小姐，世子若马上与你成亲，岂不是要困于内宅儿女情长？他胸有大志，才华出众，你若真为他真想，也该让他做出一番成绩再考虑嫁娶。世子需要的是能懂他的妻子，而非一个只在乎身份门第的贪慕虚荣之辈。婉婉，你居然还不如一个侍女有见地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世子误解了，我只说我要成亲了，并不需要世子做任何事。我还要清点嫁妆，就不招呼世子。3日后是我出嫁之日，到时候如果世子3日后与我成亲，你这般任性，我若不娶，我看你一个人唱独角戏如何出嫁。走！听说了吗？崔家嫡女要出嫁了。嘿，谁说不是呢？可定北侯府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亲姐给谁看？婉婉，你当真要3日后出嫁？你知不知道萧世子听说还被外派出去办公去了？他现在人在京城几十里外，3日后如何回得了京城？他若不回来，你岂不要成行人的笑柄？大家都知道你要嫁给他，准备好这一切就是为了逼婚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萧世子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让你如此难堪。为了个侍女，他居然把你晾在这儿。要我说，那叫袁嫣的丫鬟，你进门第一件事就该把她提了脚卖了。婉婉，若是实在不行，要不我让我兄长娶你吧，总比你成亲当日新郎不出现的好啊。我从未说过我要嫁给萧策，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希望是他呀，你一直想嫁的人不是他吗？从他把红绳系在云烟手上那一刻起，我就心意已决，我不会嫁给萧策。你不嫁给他，那你要嫁的人是谁？等我成亲那日，你们来送我出阁时便知道了。我说你都快成亲了，怎么还出来办差？萧策，你不会是真躲着崔家小姐吧？对啊，人家苦等你这些年，经理谁不知晓？你何必搞得这么难看？人家都做到这一步了，你是个男人，低个头又如何？难道你真的要她一个人穿着嫁衣，成京城的笑话吗？别到时候伤了心，她嫁别人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她除了我，她还能嫁给谁？婉婉要是真穿上嫁衣，等不到我回去，肯定会哭吧？行，大不了我回去娶她便是。怎么太子大婚，那花轿旁的丫鬟这么像崔家小姐的贴身侍女？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！
萧策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跌下马来？你莫不是喝糊涂了？你这支队伍正要去迎娶她呢，她人该在崔府坐着，怎么会在外头？我亲眼看见了，太子妃的花轿里坐的是婉婉，那是崔婉婉。哎呀，你看花眼了吧？今日京城2处大婚，新娘子都穿的一样的凤冠霞帔，隔着轿帘子长得都差不多。就是啊，萧策，你别是太着急娶亲，想婉婉想疯了，所以看着谁都像她。不，那是她，那就是她。不对啊，太子娶亲虽没宣布人选，可若是崔太傅的女儿，朝中怎么可能无人知晓？我听府里家眷说，太子心仪的女子3日前才突然同意嫁，皇后才赶紧赐婚。怎么回事？去东宫打听，太子娶的到底是哪家千金？快去啊！世子，这咱们迎亲的吉时……我说这位世子爷，别吵嚷了，全京城都传开了，太子娶的就是崔家嫡女，崔太傅的掌上明珠啊！我居然亲手把她送给了别人。我快成亲了，再清点嫁妆，不需要世子做任何事。原来他说过的3日后成亲是真的，只是新郎不是我，而是太子。他说无需我操心，所有的一切原来真的都有迹可循。是我亲手推开了他。世子，您快起来！崔小姐怎么能这么做？明明她心里喜欢的人是世子您啊！世子都亲口说了要娶她了，她居然转头就嫁给了别人，难不成连3日都等不了吗？她便这样恨嫁，这样朝三暮四，置世子的情谊于何地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闭嘴！婉婉，你出来！你给我解释清楚！好大胆子！何人敢冲撞东宫迎亲大队？我是定北侯世子，让我过去，我要见他！花轿里的人是不是崔太傅的女儿？是不是婉婉？你说！萧世子，孤今日大婚，普天同庆，你无故拦着太子妃的花轿，大闹御道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臣并非。萧世子，请自重。您与我家小姐虽曾有总角之意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小姐说府里还有些旧物是留给世子的，等世子清醒了，便去崔府后门取吧。小姐今日嫁人，从此罗夫有夫，为了世子和侯府的前程，往后您便不方便再与小姐见面了。世子，你看清楚啊，那是太子殿下，您这是上去寻死啊！世子冲撞了东宫太子，整个定北侯府都要完蛋！世子您千万别冲动啊！这一刻后，他与我就真的再无瓜葛了。世子，走吧，那是东宫，咱们再待下去，全家都要掉脑袋啊！小姐说府里还有些旧物是留给世子的。旧物，对，旧物，他一定在里面留了什么。他是爱我的，他不可能突然变心，一定是有什么苦衷在那些旧物里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崔家，我要去拿回我的东西。开门！我是萧策，我要见婉婉。不，我要拿回我的东西。开门啊！哟，这不是萧世子吗？小姐临上轿前交代了，说这是归还给世子的东西，请世子务必今日搬走。小姐原话是，这些东西崔家已经没地方放了，更没理由留着，占了地儿，看着也糟心。好，世子既然来了，就都搬走吧。这个风筝是那年他生病，我随手扎了哄他的，他竟然一直留着。还有这盒珠钗，他及笄时我不过是托人送了去，他竟一件都没弄丢过。他曾把这些东西看得比命还重，现在他全都不要了。世子拿了东西就请回吧。小姐今日入宫已是太子妃。婉婉，今日让你受累了。殿下，今日定北侯世子在遇到拦轿一事，我事先并不知晓。我与他虽是总角之好，但早已恩断义绝，并无半分私情。你与他的事，姑在娶你之前便知晓一些，那些风言风语，姑从未放在心上。姑信你，你既然愿意点头嫁给姑，那姑便信你是真心实意要在这东宫过一辈子。你放心，姑既然娶了你，便绝不会疑心于你。日后，你便是姑唯一的太子妃，姑会护你周全。在这东宫，在这大宴，姑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婉婉，你又在跟我闹了，对不对？他跟我青梅竹马，从小到大他屁股后面跟着的人只有我，他一心想要嫁的人是我，他怎么会嫁给太子？是圣旨，对，不过是皇家下旨。他那个脾气，一定是被逼着嫁入东宫的。他怎么可能喜欢别人？他心里只有我。世子，您别再骗自己了。我托人在崔府打听过了，崔小姐是主动应下的婚事。当时赐婚的内侍都说了，皇后娘娘感念崔家多年功勋，并没有强求，是崔小姐自己亲口答应了，皇后娘娘才正式下了赐婚的圣旨。怎么可能？这几年全京城谁不知道她一直在等我上门提亲？她心里怎么可能容得下别人？萧世子还在这发酒疯呢，你居然还有脸问他为什么容得下别人？你细数数，这一年你伤了他多少次？就是踏青的时候，你当着他的面说你那个小丫鬟一个人害怕，非要共乘一辆马车，把人家堂堂嫡女扔下，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回府。还有上元节，
人家等了你大半夜，你倒好，说是侍女没见过花灯，自己陪着小丫鬟逛了一整夜，你把她当成什么了？最绝的是前天的乞巧节，你居然把姻缘绳系在一个下人手上。萧策，她是百年清流世家的嫡女，你让她一个贵女在满京城权贵面前如何下得了台？她这些年对你的痴情情谊，咱们这些当哥们的都瞧在眼里。可你呢？你是仗着她喜欢你，就在那活生生的打她的脸。你也太不知分寸了。崔小姐那是下嫁，你倒好，为了个侍女，把崔家的脸踩在泥里。这侍女就是当个妾也是抬举了她。如今好了，人家不伺候了，人家嫁入东宫当太子妃去了。可是婉婉明知我的心意啊，我心里只有她。我就算和云烟在一处，也不过是看她身世可怜，多照顾几分罢了。我最终要娶的人只会是她呀，她怎么能不懂我？原来我这1年的陪伴，在他心里竟然真的只是可怜。行了，赶紧把世子抬回去，这没名没分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半个主子守在这儿了。等过了这阵子，侯爷肯定要给世子再定一门亲事，到时候这书房研墨的位置哪还轮得到一个侍女？不，我绝不认命。婉婉，几位大哥辛苦了，世子里最忌讳旁人近身伺候，接下来交给我吧，我常在书房伺候，懂世子的习惯。正好省得在那儿听酒疯。走走走。婉婉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你告诉我，你是在怪我，对不对？策哥哥，你喝醉了。婉婉，我就知道，你舍不得离开我的。那花轿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在骗我是不是？婉婉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你一定会回来寻我的。你那是被太子逼的，你以后只许看着我，不许嫁给别人，听到没有？是策哥哥，婉婉一直都在，婉婉永远不离开你。混账！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夫人，求您别打世子，不怪世子，都是云烟的错。他是喝醉了。啊！夫人饶命！你这贱人，若非是你，他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？我们定北侯府的脸面全被你丢尽了。母亲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？昨日你发疯冲撞太子的迎亲队伍，全京城都传遍了。今日你父亲下朝回来，脸色青得像鬼，说参你的折子已经堆满了皇上的御案。那些御史说你德性不修，公然拦轿，有无太子妃的名声。皇上当众斥责你爹管教不严，命他即刻回府闭门自省。我们侯府100年声誉全毁在你手里了，外面已经是火烧眉毛，你倒好，在府里居然还和一个丫鬟滚到一起。萧策，你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你还要不要承袭爵位了？怎么会是云烟？我明明看见是婉婉，我听见她在叫我策哥哥。闭嘴！太子妃的名讳也是你能乱叫的，那是东宫的主母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咱们全家都要掉脑袋！你怎么会在我床上？我昨天喝醉了，怎么会与你在一处？我昨日担心世子，见世子醉得厉害，特意送醒酒汤过来，不料世子喝醉了，力大无穷，只搂着我叫那个人的名字，云烟挣脱不掉，只能从了世子。你没长嘴吗？外面守着那么多小厮，有那么多丫鬟婆子，你只要大声叫一句，谁不能进来救你？不过是爬床的贱婢，使这种暗杀手段，现在都装起无辜来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算准了世子醉了酒，故意送上门来的？世子，云烟真的不是想攀龙附凤，云烟深知自己身份低微，怎么敢有那种非分之想？云烟只是想一辈子侍奉世子而已。好了，母亲，闹成这样，外头都盯着你。这红绳，你既然想要，我便成全你。云烟，你是秀才之女，心思灵了，这绳子最衬你。这些粗活让他们干去，你这双手是用来拿笔的，比外面那些粗使丫鬟金贵多了。往后这书房除了我，只有你能进来。云烟身世凄苦，胆子小，受不得惊，我得在这护着她。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府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瞧瞧，还以为自己是哪块料呢，结果也就值个偏院的小隔间。我以为我是不同的，他为了我冷落了崔家嫡女，他在乞巧节给我红绳，让我以为我真的能成为这定北侯府的女主人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从来都只是个可以轻飘飘打发的可怜人。云姨娘，打今儿起你就住这儿，这儿清静，适合思过。世子说了，没他的允许，你不必去前头晃悠。生子，只有生下子嗣，我才有出头之日。萧策，既然你负我，那就别怪我。世子爷，不是下官不帮您，
您现在身上还背着弹劾呢，皇上让您闭门思过。这东宫的中秋宴，您要是露了面，下官这脑袋可就不稳了。我只进东宫看一眼，本世子毕竟曾与太子妃是旧识。世子，您千万保重。这请柬名义上是给个末流小官的，您得带着人悄悄进去。婉婉，你以为嫁进东宫我就见不到你了吗？娘娘，今日这中秋宴，京中一半的朝臣都携家眷到了，托崔家的福，几位老臣对太子殿下的态度已然亲厚了许多。爹爹在文臣中的人望是太子的助力，而本宫要做的就是稳住这些命妇的心，人心齐了，东宫的位子才稳。婉婉，婉婉，你还好吗？萧世子，请慎言，这位是皇上亲封的太子妃娘娘。世子与娘娘虽有旧交，但如今尊卑有别，世子岂可以下犯上，直呼娘娘名讳？是，臣僭越了。太子妃娘娘，你嫁入洞宫可还好？本宫很好，太子待我极好，他比任何人都要温厚体贴，不劳世子挂心。哟，听闻世子最近正在相看世子妃，可有了中意的人想？本宫瞧着后面这位是云烟姑娘吧？如今倒是换了打扮，成了姨娘了。本宫当初就说过，你们是天作地设的一对，如今看来果然如此。不是娘娘想的那样，那晚只是阴差阳错，是我喝醉了做错了事，没法子，所以才收她做了房里人。太子妃娘娘这话说的极是，这事儿全京城谁不知道啊？当初乞巧节，世子为了这位云烟姑娘，可是当众把姻缘红绳给了她呢。是啊，世子为了这个丫头破了多少例，如今开了脸做了姨娘，也是顺理成章。只是这定北侯府的规矩当真特高门世家中，正室未进门，妾室倒先有呢。定北侯夫人，你可真是心疼儿子，这还没成亲就先有了长庶的风险，哪家正经嫡女还敢嫁过去？王夫人说笑了，有些下人便是心比天高，却不知自己不过是丫鬟命，用些上不得台面的诡计，得了点好处，便以为自己不得了了。不过在我们府上，规矩大过天，世子夫人未进门生下嫡子前，妾室是绝不能生下庶长子，就怕有人暗中做手脚。我看啊，最稳妥的法子就是一碗避子汤日日灌下去，一了百了，省得日后闹出乱嫡庶的笑话。母亲说的是，臣失陪了。萧策，你忘记之前怎么对我了吗？你肯定是我的。瞧瞧，这不就是那位宠冠侯府的云姨娘吗？怎么被世子像丢垃圾一样扔在这儿了？李小姐不必在这儿看笑话，你一个庶女，在这高门显贵云集的东宫宴上，又能讨到什么好？还不是像我一样，只能躲在角落里看那些嫡女风光。你说的对，既然咱们都想要出头，不如联手。你想要孩子保命，我想要个世子夫人的名分。等会儿我会想办法引世子去暖娥，你只需在那。世子，求您救救奴婢！刚才几个婆子要把奴婢带去灌药，奴婢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灌药就灌药，闹什么闹？没见本世子的脸都丢尽了吗？世子，我看见太子妃娘娘，她好像喝醉了，一个人往那边的暖阁去了，似乎身子不太舒服。你说婉婉，她在暖阁？是，奴婢瞧得真切。世子若此时过去，说不定还能和她说上话。听闻太子殿下与太子妃琴瑟和鸣，若是能进东宫做个侧妃，那也是天大的福气。你可省省吧，没见那位太子妃是什么手段？怎么回事？开门！那是我的心肝儿，那是我的女儿啊！快开门！我的儿啊，这到底是遭了什么孽？我们李家虽然位不比侯门，可也是清流人家。太子妃娘娘，您看清楚啊，这就是您请的好客。不是，婉婉，我以为是，我明明听说你。世子，事到如今你还要叫着别人的名字吗？你刚才在这帐中如何对我的，难道都是假的？你坏了我的清白，难道想一走了之？萧世子，本宫念在旧日情分，请你赴宴，你却在东宫禁地，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种荒唐事。娘娘，您得做主啊！今日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我女儿的下半辈子全毁了。定北侯府若不给个交代，老身就一头撞死在这暖和门柱上！贱人，让你看好世子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夫人饶命，奴婢只是去给世子找醒酒汤，谁知道世子竟然会……太子妃娘娘，这事儿闹得蹊跷，这东宫暖阁本该戒备森严，怎么连个守门的宫女都没有？莫不是有人故意撤了人手，想做个局，好坏了我儿子的名声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太子妃娘娘故意的呢。侯夫人慎言，
在东宫做局。你是觉得本宫太闲，还是觉得东宫的规矩是摆设？去查，守着暖阁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？这种大日子出这种纰漏，若是玩忽职守，直接杖毙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说，谁带走了你？是萧世子的姨娘。她说她衣服脏了，内急不便，非求着奴婢带她去找件换洗的。奴婢想着这暖阁里休息的是李小姐，都是姑娘家，想必不妨事。谁知世子竟然会出现在这儿。云姨娘，本宫倒是小瞧了你。不是我，奴婢只是真的弄脏了衣服。你是不是怕了？怕日后定北侯府娶进一位高门正室，会容不下你这个爬床的侍女，所以你才和李小姐联手做这个局。李小姐是庶出，若能借此机会烂定北侯府，即便是庶女嫁过去，对你来说也比一个名门嫡女更好掌控，对吗？世子，不是的，云烟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放手！我只是去换衣服。太子妃娘娘，你自己高攀了东宫，嫁了太子，却还想让世子对你念念不忘，所以你才故意做局，想让世子娶一个家世不显的庶女，好让你以后继续掌控世子，是不是？太子殿下驾到！放肆！好厉害的一张嘴，居然敢在太子妃前面要强，当姑是死人吗？婉婉别怕，有姑在，没人能在这东宫污蔑你半分。娘娘，方才在花园假山后，有个洒扫的内侍听得真真切切。李小姐亲口答应云姨娘，只要今天让世子撞见更衣，事成入府后，她作为正室会允许云姨娘提前停了婢子汤，生下世子的长子。那内侍说，云姨娘当时还给李小姐指了路，说这间暖阁的守门人最容易被调开。李小姐，云姨娘，你们俩谋划的这场戏确实天衣无缝，只可惜百密一疏。你们在假山后商量的那些计划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很不巧，刚才被一个路过的内侍听得一清二楚。怎么，要本宫把人叫上来跟你们当面对质吗？李小姐想借机嫁进侯府，甚至不惜答应云姨娘，只要事成，进府后会允许云姨娘生下世子的子嗣，而云姨娘你则负责引世子撞见李小姐更衣，逼她不得不娶。真是厉害啊！李夫人、定北侯夫人，这个结果你们二人可还满意？都是妾身管教不严，让府里人犯了大错，求娘娘恕罪。够了！你们扰了太子妃的中秋宴，毁了东宫的清静，该当何罪？既然你们两家闹出这种丑事，也只能结成儿女亲家了。至于婚事怎么办，你们自行商议。但是李小姐与云烟心术不正，祸乱东宫，罚抄女则500遍，派宫中嬷嬷亲自盯着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婉婉，婉婉，快！太子妃晕倒了，快传太医！怎么还没诊出结果？贺喜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娘娘这是滑脉，是喜脉，娘娘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，方才只是因为受了惊吓，加上情绪波动过大，才导致的一时冤狱。微臣这就开方子，定能保小皇孙万无一失。好，好，姑有孩子了。婉婉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要有孩子了。殿下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别动，婉婉，你有身孕了。刚才你晕倒，是因为咱们的孩子在心疼你。孩子，我竟然真的有了孩子！姑已经让人去皇宫报喜了，父皇和母后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东宫大喜，太子妃娘娘有喜了！当真？确诊了？太医怎么说？回娘娘，太医确诊1个多月了，说是喜脉极其稳当，是小皇孙啊！好极了，本宫等这一天等的心都要焦了。那个萧策，那个侯府，差点惊了本宫的皇孙，这笔账回头再算。现在先给本宫开内库，把那对东海进贡的龙凤锦鲤玉如意拿出来，还有今年新进的那10盒极品男珠白匹克丝蜀锦，凡是能养身的，能衬出太子妃身份的，统统给本宫抬到东宫去。赵公公，这大半夜的无圣旨撕开内库可是死罪呀！您这不是难为下官吗？钱大人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娘娘的令箭。太子妃娘娘怀了皇家的嫡长孙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娘娘说了，要是耽误了给太子妃送去安胎的宝贝，你这颗脑袋还要不要了？这个南海送来的红珊瑚抬走，那个去年西域进贡的雪莲晶，统统给太子妃娘娘送去。还有这箱东珠，娘娘说了，给小皇孙镶床头玩。哎呦，赵公公，这可都是内库的家底儿啊！家底儿，只要太子妃娘娘这一胎生得稳，整个大魏都是咱们皇孙的。少废话，快办！皇后娘娘有旨，贺太子妃有喜，赏。娘娘，昨晚内库的大门怕是都没关过，这蜀锦送来了白匹，库房都快塞不下了。母后和皇祖母这哪是在送礼，这是在给本宫撑腰呢。
告诉外头那些不安分的，本宫肚子里这个是动不得的。来，婉婉，这是太医专门为你调的方子，姑尝过了，不怎么苦。殿下守了一整晚，不用这么紧张。太医说了，只要静养，胎气已经稳住了。虽是稳住了，但姑每每想起中秋宴上他们那场上不得台面的龌龊戏，姑这心里便觉得对不住你。萧策他平日里既然这么喜欢谈怜悯，谈身世凄苦，那姑便成全他。姑已经请了母后的旨意，这笔账总得让他们一分不少的吞回去。姑派去的那2位嬷嬷可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最是懂规矩，想必此时定北侯府的热闹已经开始了。皇后娘娘谕：定北侯府家风不正，子弟德性有亏，特赐管教嬷嬷2名，日夜监督，教导世子妃与云姨娘规矩。有劳2位嬷嬷了，外头风大，2位里边请。府里已经备好了上好的茶水，这就给不必了，老奴是奉命来教规矩的，不是来喝茶的。侯夫人既然管不好儿媳和妾室，那便由老奴代劳。人在哪儿？带路。那贱人凭什么还能在府里待着？东宫太子妃娘娘因为你们动了胎气，你们倒好，还有闲情在这撒泼装可怜。世子夫人、云姨娘，娘娘说了，心火太旺才不安分。既然不懂规矩，那就去外面清醒清醒。云烟，若不是你这个贱人出的馊主意，我怎会在这受罪？我堂堂大理寺卿千金，竟要陪你这贱妃在这里受辱！夫人，当初你也是点了头的，我也是为了世子好。世子夫人既然还有力气说话，看来是老奴教的还不够，在这儿跪着练的是肃静，更是敬畏，挺起脊梁。谁要是再敢交头接耳，坏了皇家定下的规矩，老奴就请这戒尺跟你们的皮肉亲近亲近。娘娘，您是没瞧见那定北侯府的热闹？听说昨儿个雨下了一宿，那2位嬷嬷就硬生生盯着他们跪了一宿。如今京城谁不在传定北侯府这是家门不幸，才惹得皇后娘娘亲自派人修剪呢。这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。萧策总是说怜悯弱者，如今在这高位压下的规矩面前，他那点怜悯怕是连他自己都护不住。我如今有了身孕，只需安稳待产，那侯府里的狗咬狗，咱们便当个乐子看吧。喝下去。云烟，你当初算计我进这侯府烂泥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世子救命！世子救我！叫啊！你叫破喉咙，萧策他敢管吗？世子，那个毒妇灌了我绝子汤啊！他说以后都不要让我生养，是他出的主意，他如愿嫁给你了，却要害我。世子，你休了他，休了那个毒妇啊！休我？萧策，你凭什么休我？你我大婚是皇后赐下的因果，我管教家中的爬床贱婢是天经地义。够了，别吵了。怎么？世子心疼了？别忘了，外头那2个嬷嬷正盯着呢。你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你为了一个妾室要休掉明媒正娶的夫人吗？世子，您真的一眼都不再看我了吗？省什么云姨娘？世子如今见你就跟见了瘟神似的，还不快走！姻缘，红绳，萧策，你当初在桥上给我祭他的时候说要护我一辈子，既然我这一辈子毁了，你们凭什么还能指望和和美美，儿孙满堂？李小姐，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萧策，你不是想要后代吗？喝吧，多喝点，这汤香得很。姨娘，咱们已经下了半年的药了，若是被夫人发现了，咱们可就真的没命了呀！发现？我这辈子都被那毒妇毁了。那碗绝子汤下去的时候，我这辈子就没了指望。既然我不能生，那大家都别生了。我要让这定北侯府彻底断子绝孙，我要让他们求而不得，痛不欲生。东宫喜报，太子妃平安过100日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你还有脸在这儿发疯？你知不知道外头怎么传你的？说你当初为了个侍女丢了崔婉婉，是遭了天谴，说你现在已经废了，连个种都留不下。我废了？是谁逼我娶那个李家庶女的？本侯不管你多恶心他，你得给我生出个嫡孙来。你难道想别人一直这么说你吗？你就这么想在这破院子里烂一辈子吗？我为什么要嫁进来受这种罪？萧策他不碰我，嬷嬷还天天罚我立规矩。夫人受苦了。其实世子心里是有夫人的，只是他最近总听见外头的传言，心里憋屈。什么传言？说世子当初为了我一个丫鬟闹得满城风雨，现在跟夫人却没动静，定是当初被灌了什么药，坏了根本。世子爷最是好强，他这是怕自己真的不行，才不敢见夫人的。他不行，我李家的女儿绝不能嫁给一个废人。
谁准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世子恕罪，妾只是瞧着世子辛苦，心里疼得慌。辛苦？本世子现在连个7品的小差事都保不住，满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。你疼？你个贱婢拿什么疼？世子，您别这么作践自己。您这样最高兴的莫过于夫人了。奴婢方才经过花园，听见夫人在跟几个陪嫁的婆子嚼舌根。她说什么？夫人说世子您现在就是个扶不起的阿嬷，嫁进侯府是她倒了8辈子霉，还说您现在连个孩子都给不了她，定是以前在那1年里被掏空了，说您是个没用的废人。她真敢这么说？夫人还说，若您再不去她房里，她明儿就回大理寺清府，请李大人上折子告您个宠妾灭妻。她说反正您现在也是个废人，不如让您连这世子的爵位也丢了，省得占着位子不干人事。她敢！她一个庶女也敢骑在本世子头上，滚！让她去告，去大理寺告，我倒要看看离了侯府她算个什么东西。是。夫人，世子刚才在里面说看见您就像看见阴魂，恶心透了。他说娶了您这种货色，还不如当初娶了崔小姐身边的丫鬟。他敢骂我恶心，他个绝后的混账！你来干什么？还没被嬷嬷罚够？罚？萧策，你还有脸提罚？你在里面喝酒，我在外面替你受辱。你刚才跟云烟说什么了？你嫌我恶心？你觉得我连那个贱婢都不如？说你又怎么了？当初若不是你自荐枕题，设局害我，我娶的人会是你这种货色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活像个市井泼妇。大理寺卿家的家教就是教你如何闯男人的书房吗？家教？我没家教，你有家教。你有家教会把代表姻缘的红绳给一个侍女？全京城都知道你萧策是个没脑子的情种。现在呢，崔婉婉在东宫怀了太子的种，你呢？你在这躲着当缩头乌龟。再说一遍，我说崔婉婉过得比你好，她说的对，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有后，怪不得这半年我肚子没进去，定是你那身子早就烂透了，是个连种都留不下的废物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我就算绝了后，也绝不会让你这种毒妇生下我的孩子。好，萧策，你记住了，你既然让我不好过，咱们就谁也别想好过。闹吧，闹得越凶，你们就越想求那个孩子，越想赢过东宫。夫人，求夫人成全，这是妾以前从书香世家的旧宅里带出来的求子偏方，妾这辈子已经没指望了，只能指望夫人了。贱人，你会有这么好心？谁知道你这药里下没下毒？夫人，妾现在和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呀！要是您再生不出嫡子，咱们侯府被京城人笑死，妾也只能去乱葬岗。这是多子秘方的药引，妾先喝，以此明志。只要夫人能生下小世子，妾往后就是给您当垫脚石，也绝无怨言。算你识相，谅你也没那个胆子。只要我怀上嫡子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喝了它，这是云烟弄来的秘方，我已经喝了1个月了，身子确实暖和了不少。太医说你酒色过度，精气不足，这药最是补肾固本。那个贱人的东西你也信？我不信他，信谁？信你那个怀了太子种的崔婉婉吗？萧策，你不想断子绝孙，就给我喝下去，这是咱们侯府翻身的最后机会。为什么要盯着我？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盯着我的肚子？萧策，是不是你在外头养了小的？是不是你把孩子给了别人？你疯了！我整日在这侯府里像坐牢一样，上哪儿去养小的？世子，夫人别吵了，当心惊动了嬷嬷。再喝1碗汤吧，喝了汤气儿就顺了。你再说一遍！半年了，整整半年了，为什么还没动静？我日日喝药，他日日进补，为什么肚子就是没动静？夫人恕罪，微臣查验多次，世子和夫人的体内皆有陈年积郁的极霸道的绝嗣之毒，已伤及根本了。再无生养绝嗣，我萧家就要断在我手里！不可能！我这半年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这府里谁敢害我？定是崔婉婉，定是东宫派人动了手脚。东宫的手深不见侯府的后厨。不对，每天的吃食都是春兰验过的，唯独那补汤是元烟亲手熬的。云烟，她每次都自己先喝，她疯了不成？除非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命，除非那毒不在汤里。查，给我查！去厨房把那个汤中砸开了查。世子，夫人快看，这瓷片的纹路里竟是乌黑的！天哪，这不是在汤里下毒，这是将剧毒浸泡在陶土里，再入火煅烧。每熬1次汤，陶土里的毒渗出1分，虽毒性浅，可主子们日复一日的喝。这就是药引，单独喝它是补药，可若是遇上那毒瓜里渗出的陶土毒，便是慢性的断根散。贱人，亏我这半年还觉得你忠心，你居然用这种手段！你喝了那汤，你自己也活不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活长？从你灌我那碗绝子汤起，我就没想活长。
是啊，是我日日看着你们满心欢喜的喝下去。李小姐，你当初端着那碗绝子汤灌进我嘴里的时候，萧策就站在旁边看着。他既然不管我的死活，那我为什么要管你们萧家的后代？大家都生不出来，定北侯府绝嗣了。萧策，你断子绝孙了！这是京城的笑话，咱们3个人一起的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绑了，直接送去大理寺。我要让他在红帐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快瞧啊！大理寺出判决了，定北侯府姨娘云氏蛇心肠与主子汤中内下毒，致使定北侯世子、世子夫人双绝嗣。哎呦，这就是那位当初闹得满城风雨，连红绳都要抢的真爱侍女。这定北侯世子啊，可真是好眼光，宠了个断子绝孙的丧门星回来。列位看官，要说这京城第一大笑话，毒妇连自家主子都害，送去红帐都嫌脏了地方。婉婉，我这一辈子怎么就活成了个笑话？都2日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生，一定要生下来！恭喜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生了，是个壮实的小皇孙，母子平安呢。好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婉婉，你听到了吗？是咱们的孩子。乔姐妹，那就是以前的萧世子。听闻连最后一间遮风挡雨的破院子都要被寨主收走了，绝了后消了绝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，还赖在那儿不肯死。娘娘，这个早晨得的消息，定北侯府那最后一点房产也被官府抄了。哦，那萧策呢？听说是在大街上昏死了一回，如今被扔在城郊的破庙里等死呢。娘娘，这就是报应。他当初在乞巧节那样打您的脸，把红绳给个贱婢，他就该想到有着断子绝孙的一天。云儿，你不懂，死亡对他来说太轻了。如今我活成了他高不可攀的神，一世的荣华，而他只能在那泥潭烂地里，在最绝望的病痛里仰望我的荣光，直到闭眼。这才是真正的报复。瑞儿，那个不能抓，抓疼了娘亲，你父王回来又要打你屁股了。娘娘您瞧，小皇孙这性子真是像极了太子殿下，主意大着呢。婉婉，瑞儿今儿个有没有闹你？好个臭小子，又沉了不少。父皇今儿个在朝堂上连正事都没议完，就拉着姑商量你这小东西的周岁礼了。松手，姑的头发也敢拔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谁让殿下整日里惯着他？惯着又如何？姑的嫡长子自然是要这全天下最好的东西。婉婉，父皇已经拟好了旨意，封瑞儿为康王，意在要他一世安康。婉婉，从前看着宫里的花，总觉得开得冷清，可如今有你在身边，姑才觉得这满园的景色总算有了些人间的滋味。殿下说的是，看着桃花开得这样好，往后的日子定是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春。娘娘，您真的要去见他？他都快不行了，万一过了病期给您，他来求见，说有话要对我说。元胜说让我来送他最后一场，让他死个明白，也让我彻底放下。殿下就是太宽厚了。婉婉，是你吗？你真的来了？你说要见我最后一面，我来了，有什么话说吧。婉婉，你走近些，让我看看你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听得到。婉婉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那天把红绳给了云烟。我那时候以为你会生气，会跟我吵，那我就知道你还爱我。我就是太怕失去你，才故意做那些混账事。所以你就拿另一个女人的手来试我的真心。萧策，你从来不懂怎么爱人，你只懂怎么伤人。我懂，我现在懂了。婉婉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突然想通的？你怎么就不要我了呢？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萧策，你想听真话吗？因为我死过一次。上一世，你在那个湖里亲手按着我的头，把我沉了下去。你说云烟胆小，他一个人溺死在湖底会有多害怕？这是你欠他的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。你没有胡说，我也没有胡说。萧彻，你上辈子为了一个侍女，亲手杀了你的妻，然后我重生了，所以这一世，我再也不会看你一眼。我杀了你，我居然杀了你！萧策，我们两清了，你上辈子欠我的，这辈子已经还完了，来世别再遇见我了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，有什么话直说。娘娘，那边红帐那边传话来了，云烟是昨夜没的。怎么没的？染了病，拖了几个月，昨夜里咽了气。红帐那边的人说，他进去之后就不成样子了，
疯疯癫癫的，整天攥着从定北侯府带去的一根烂红绳，又哭又笑，嘴里一直念叨世子世子。娘娘，她就是活该，当初害了那么多人，死有余辜。要不是她，你也不会。云儿，人死了，不必再说这些。是娘娘。她也是可怜人，从小没了爹，被萧策救下，以为找到了依靠，结果萧策从来没把她当回事。可他对您做的事，哪一件不是恶毒至极？是，他恶毒，但他的恶毒是从绝望里长出来的。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为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娘娘，您就是太心善了。不是心善，是前世我也做过蠢事，也为了一个人把自己低到尘埃里。只不过我比他幸运，我重生了，他没有。让人给他收尸吧，别扔乱葬岗，找个地方埋了。到底也是读过书的人。是，娘娘。那要不要告诉殿下一声？不必了，殿下日理万机，这种小事不必惊动他。云烟，你这一辈子争了一辈子，抢了一辈子，最后什么也没抓住。下辈子别再做别人的影子了，做你自己吧。生儿，父皇不行了，这大燕的江山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里有遗诏，你收好。谁在外面喧哗？大哥，这么急着接遗诏，父皇还没咽气呢。元昭，你带兵闯入父皇寝殿，是想造反吗？大哥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只是听说有人要对父皇不利，特意带兵来护驾。禁军统领是他，上一世就是这个人，在皇帝驾崩后倒向了三皇子，差点让元昭夺了皇位。我记得他的把柄是三皇子用1箱黄金买通的。殿下，禁军统领被三皇子收买了，他收了整整1箱黄金，藏在城东的别院里，您可以当场质问他。赵统领，姑问你，三皇子给了你多少黄金？殿下说什么？臣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城东别院。殿下饶命，臣一时糊涂，是三皇子逼臣的。赵统领，你胡说什么？本王什么时候给过你黄金？小叔，您的别院里还有一封信，是写给西北蛮族的，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，约定事成之后割让3成，要不要一起拿出来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叔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元昭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，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你这个妖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小叔，你不需要知道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崔氏晚往，温婉贤良，辅佐东宫，恪尽厥职。今册封为后，母仪天下。太子元瑞，聪慧仁厚，立为皇太子。钦此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从今以后，你是朕的皇后了。是，陛下。娘亲，您快瞧，那些人都在桥柱子上系红绳呢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一根破绳子，难不成还是什么宝贝？傻孩子，那不是宝贝，那是念想。因为年轻，总以为只要在神明面前系上一根绳子，这一辈子就能死死绑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幼稚！若是两心不和，拴上100根铁链子也得断。你这臭小子懂什么？当年你母后可也是在那桥上系过红绳的。真的？母后，您当年也信这个？快说说，您寄给谁了？是不是父皇？别听你父皇在这胡说八道。母后当年那是年少无知，没记过，朕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10多年前的乞巧节，某人因为那根红绳没落到自己手里，而是给了一个姓云的侍女，回来生了整整3天的闷气。那会儿是谁哭着鼻子说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他了？哇，母后还生过闷气，原来母后也会像那些姐姐一样发脾气啊！陛下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若是再敢胡作半个字，今晚那宣政殿的书房，你就自个儿睡个够吧。婉婉，你说这世间到底什么东西能拴住一辈子？什么都不用，只要心甘情愿，便是一辈子的缘分了。那朕就心甘情愿一辈子陪你看这万里山河，看着年年春色。臣妾也是。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快点呀！前面有卖糖人的，再晚就卖光了。